南苏丹是东非的一个内陆国家。南苏丹处在尼罗河上游的平原地带，介于北非、中非、东非三大区域之间。南苏丹所处的非洲东部地区，历史上曾是非洲与地中海世界及亚洲联系的走廊，所以具有多元文化混合的特征。就连生活在当地的古代居民努比亚人，也是由非洲土著黑人和亚非混血结合而来的。只不过，这样的种族构成在阿拉伯帝国入侵埃及之后就发生了变化。公元7世纪以后，随着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崛起，整个北非被阿拉伯化。其后，阿拉伯人沿着尼罗河向南方扩张，抢占黑人的领地，并捕捉黑人为奴，给黑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。阿拉伯帝国占领埃及后，2次南下，对苏丹的努比亚基督教王国发起进攻。但努比亚人的抵抗，使得阿拉伯入侵苏丹的行动并没有像占领埃及那般顺利。所以，阿拉伯人在确定攻取苏丹无果之后，便与其签订了巴克特条约。条约中规定，努比亚需要每年向埃及输送一定数量的奴隶，并保持正常的自由贸易往来。该条约的签订给2个民族之间带来了600年的和平，但对于努比亚人来说，此举无异于门户大开。很多阿拉伯商人由此开始定居于苏丹，他们不仅在当地建立清真寺，传播伊斯兰教，还和努比亚人通婚，形成了新苏丹人。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，苏丹的北部民族几乎大换血。根据现有史料记载，丁卡族、努维尔族和希鲁克族在10世纪左右迁入南苏丹。随着阿拉伯人的入侵，丁卡人、努尔人等黑人部落渐渐退到北纬11度线以南的尼罗河上游地区。这条线往北至埃及边境，在习惯上被称为北苏丹。由于阿拉伯人适应不了南部的热带雨林气候，所以阿拉伯移民区域都在苏丹北部，这是南北差异最初形成的原因。到了13世纪中叶，阿拉伯帝国被蒙古帝国所灭，这为马穆鲁克王朝的崛起创造了条件。在16世纪至18世纪，阿赞德人、阿凡加拉人相继征服南苏丹地区，但他们并没能在当地建立起稳固的统治。奥斯曼帝国崛起后，马穆鲁克王朝被奥斯曼帝国所灭。奥斯曼帝国占领埃及后，让前马穆鲁克贵族担任了各州州长，直到拿破仑远征埃及后，马穆鲁克军阀集团势力才被削弱。凭借对法国的战功，雇佣兵出身的穆罕默德·阿里帕夏迅速崭露出头角。当时的埃及名义上臣属于奥斯曼帝国，实际上却被阿里掌控。阿里上位后，开始血腥镇压马穆鲁克军阀，一部分马穆鲁克残余势力跑到了苏丹避难，并在苏丹北部尼罗河沿岸城市建立起据点。此时的埃及一直在做近代化改革，正发愁境内缺乏可以维持工业发展的矿产资源。马穆鲁克贵族逃亡事件正好提供了阿里入侵苏丹的借口。1821年，阿里终于征服北苏丹的阿拉伯人，并将尼罗河上游的黑人部落纳入版图。此时，英国人也已将势力延伸到南苏丹地区。苏丹南部一直是埃及的心病，为了将南苏丹变为埃及的兵源地，阿里先是利用繁重税收进行征召，承担不了税负的人就用等价的奴隶替代，但后来这样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埃及的军队建设，所以为了保证奴隶供应，他们开始在南方展开了猎奴行动。为了获取更多黑奴兵力，阿里不断向下属施压。压力之下，土埃当局开启了南下探险活动。在多次深入白尼罗河上游地区后，他们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大象。除了发现象牙以外，此次的南下探险也变相开辟了白尼罗河航道。象牙贸易兴起后，北部阿拉伯商人为了获取更多奴隶，他们开始参与猎奴行动。当时有很多苏丹北的阿拉伯人因此而致富，但南部的土著黑人却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，甚至一些地方的黑人出现绝迹迹象。苏丹奴隶贸易的繁荣景象很快就引起了英国的注意。1899年，苏丹沦为埃及和英国的双重殖民地。英国人出于削弱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影响力的考虑，一边向南苏丹黑人传播基督教，一边给予一定的扶植政策，允许黑人酋长拥有较大的自治权利。英国人还以保护黑人免遭被捕捉为奴的借口，禁止北苏丹的阿拉伯人进入南苏丹，使南北苏丹几乎被完全隔绝。在英国殖民者默许下，南方对外贸易逐渐被北方商人把持。
进入19世纪末，英国吞并了位于苏丹南部的乌干达。乌干达的主体民族是以班图人为主的黑人。由于南苏丹与乌干达有更近的血缘和经贸关系，英国人曾经考虑过让南苏丹脱离苏丹与乌干达合并，但是这个想法遭到苏丹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。一战结束后，苏丹国内兴起了民族主义运动，北方人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伊斯兰国家，开始反对英国的分而治之政策，甚至还有一部分亲埃及激进派要求并入埃及，建立大尼罗河国家。英国人认为，纯粹由阿拉伯人组成的苏丹将与埃及走得更近，不利于英国继续在该地区施加影响力。因此，在1947年的朱巴会议上，英国决定将南北苏丹合并。此后，英国不再坚持南北分治。1954年，苏丹设立了约800个文官职位，其中只有6个分给了南方。军队中的南方军团几乎清一色由北方军官指挥。1956年，苏丹宣布独立。苏丹的独立运动是由北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主导的。北方人主导的，无论是民选政府还是军政府，均坚持伊斯兰主义政策，这引起南方的强烈不满。为争取民族自决权，早在苏丹正式独立的前1年，约瑟夫·阿古领导的黑人解放武装就发动了起义。尽管苏丹自治政府在镇压军变之后，向南方人承诺独立后会实行联邦制，但等到苏丹独立后，他们却没有给予南方自治权。于是，南方在1963年成立了游击队。到1972年，苏丹内战已经造成50万人死亡。1978年，苏丹南部发现了油田，这些油田主要集中在努尔人和丁卡人聚居区，石油收益主要归北方穆斯林主导的政府支配，这加剧了南北矛盾。此后，苏丹政府迫于沉重的国际压力，承认南苏丹获得一定的自治权，这使内战暂时得到平息。然而，和平局面仅仅维持了11年。1983年，时任苏丹总统的尼麦里宣布在全国实施伊斯兰律法。就在同一年，南方在埃塞俄比亚支持下成立了苏丹人民解放运动。之后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推举曾在美国求学的丁卡族军官约翰·加朗为领袖，这开启了为期22年之久的苏丹第2次内战的序幕。由于南苏丹拥有原苏丹75%的石油资源，而石油加工和出口都被北方把持，因此南苏丹人民普遍认为独立将有助于收回石油权益。1991年，努尔人里克·马查尔试图挑战加朗的权威，这引发了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内部丁卡人与努尔人之间的冲突。旷日持久的战事摧毁了苏丹国内的经济。有数据统计，在第2次内战中，南苏丹损失了1/5人口，造成400万人流离失所。2005年1月，在国际组织的倡导下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与苏丹政府达成和平协议，双方约定南方有6年的自治权，6年过渡期结束后，南苏丹依据公投结果宣布独立，成为目前为止最新独立的国家。南苏丹独立后仅仅2年，因为族群矛盾和对权力分配的不满，属于努尔人的副总统马沙尔，在被出身丁卡人的总统基尔解职后，率领支持者在2013年发动了内战。从表面上看，南苏丹内战源自丁卡、努尔2大民族之间的矛盾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争夺石油资源。在南苏丹独立前，南苏丹没有发展出现代工商业，只能依靠原始农业。据统计，南苏丹2011年独立时的石油收入占南苏丹当年财政收入的98%。在2012年初，由于苏丹期望获得石油收益的大部分，以弥补南苏丹分离给他造成的经济损失，在谈判中，两国均不愿意做出妥协。苏丹政府于是宣布对南苏丹实施制裁，这导致后者被迫全面关井停产。2013年4月，在国际社会的艰苦斡旋下，南苏丹开始有限度地恢复石油生产。南苏丹作为一个内陆国家，它生产的石油需要通过苏丹的管道才能出口，这样就必须支付给苏丹每桶11美元的过路费。再加上开采本身的成本，使南苏丹在油价低迷的2016年从出口石油中获取的收益仅有每桶5美元。内战爆发后，南苏丹的石油生产再度受到影响。据专家估计，南苏丹的石油资源只能用到2035年，因而使各大势力的争夺更加激烈。
丁卡人主导的南苏丹政府面临着和原苏丹政府一样的困境。南苏丹中央政府希望获得绝大部分石油收益，少数族群则认为自己地盘上的石油财富应该属于本民族，而独立是获得财富的最佳途径。在族群矛盾和石油利益的双重影响下，南苏丹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。内战给南苏丹带来沉重的灾难。根据联合国的数据，南苏丹1200万人中有70%以上需要人道主义援助，超过450万人面临严重的饥荒威胁。估计有16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，另外约有230万人逃往邻国。多年战乱导致南苏丹经济凋敝，南苏丹在2019年被联合国列为非洲最不发达地区之一，在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中排名倒数第3。截至目前，南苏丹的贫困率高达91.9%，文盲率高达73%。南苏丹平均每50万人口仅有1名医生。从目前看来，石油资源是南苏丹摆脱贫困的最大希望。遗憾的是，南苏丹独立后，石油收入分配问题反而激化了各部族之间的矛盾。